这些呀，都是臣妾精心为皇上准备的。都说啊，青春年少好，其实一个女子的风韵啊，才是最要紧的。有风韵，会体贴，才能好好的伺候皇上您呀。臣妾再给你满上。臣妾刚入宫的时候，旁人就笑话臣妾，说都这么大年纪了才入宫，能做什么？还好有皇上您疼臣妾，否则呀，臣妾就真无容身之处了。你放心，你的母家专出大清后妃，朕喜欢你，早些封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臣妾多谢皇上厚爱。主儿，这离册封礼还有几个时辰呢，您也不歇着，这么早就出来了。本宫高兴。看本宫穿这一身神气吗？有没有大清妃子的样子？有，您看着呀特别神气。昨日听庆贵人说，蒙古的那些妃嫔们都约好了，不来您的册封礼。不来呗，本宫知道他们是嫉妒。他们不来呀，没准皇上会来呢。就算都不来，那本宫也是皇上亲封的御妃。和静公主呢？她应该会给本宫一个面子吧？和静公主带了世子去南苑小住，让安达们教世子剑术呢。不过和静公主的贺礼已经送到了。那也罢了，去把皇后赏的那个金凤珊瑚钗拿来，等下谢恩的时候带着体面。是。主儿，今儿有消息递进来，说您要的药送到了。太好了。你快去拿，这儿让别人伺候着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哎呀，族里有消息吗？老爷和根敦大人已经留意韩部事宜，让主儿继续留心皇上的折子。好，主要的东西呢？把人抓起来！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这。皇后有话对朕说。皇上啊，是臣妾无能，若不是永琪，皇上和臣妾都还猛然不知呢。怎么了？永琪，儿臣请皇阿玛、皇额娘万安。永琪啊，究竟何事啊？回皇阿玛，儿臣近日出入养心殿，发觉有太监在洒扫时蓄意接近，神色有异，儿臣便留了心。果然查出此太监探听消息，偷偷记录药物，私下向宫外传递。哪儿的人？儿臣查了，是玉娘娘安排的。大胆，竟敢这般窃知国事！除此之外，儿臣还发现玉娘娘一些偷偷运进宫的药物，且那些药物似有不妥。什么药？有何不妥？儿臣请了姜太医来说明白，儿臣不宜在旁，先行告退。微臣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你说吧。这究竟是什么？
回皇上，此乃男女鱼庭之药，药力极其凶猛。有毒无毒？回皇后娘娘，微臣查验过，幸好无毒。不过一旦使用，极易上瘾，对身体损害极大。幸好五阿哥发现的早，还不曾用到皇上身上。虽然不曾用在朕的身上，但有此心，也是阴毒险诈。之后皇上的饮食用药要格外仔细些。是。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皇上，这次的事儿亏得永琪纯孝细心，龙体才未曾受损。可这究竟是国事，要不要臣妾去请玉妃来问话？不必请她过来了，朕自己去看看。主，喝口茶吧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内务府的人怎么还没来？还有朵颜，怎么还没回来？皇上驾到！皇上真的来了！我就知道，我的册封礼，皇上一定会来的，他最疼我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你想说什么？皇上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，臣妾什么都没做，臣妾想求皇上明鉴。李煜，传朕旨意，封妃照旧，但朕不想再见到这贱妇。告诉进士房的人，撤掉她的绿头牌，再也不许她侍寝，将她禁足在她的殿阁里，无旨不得出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只是这紫禁城的玉妃，而非是朕的玉妃。不要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今日之事，幸有姜太医细查分明，皇阿玛才可无恙。往后皇阿玛的身子，还请姜太医多多照应。那是微臣分内之事。哦，听说皇上要封五阿哥为备来了，在这里先喝过了。多谢姜太医。五阿哥，怎么了？腿上旧疾又犯了？无妨，骑马太累了，不打紧。五阿哥腿上素有腹股菌的旧疾，这病最畏寒畏累，你可得小心啊，尤其不能贪凉。我知道了，我年轻力壮，腿上的伤早已无恙，还请姜太医慎言，别让皇阿玛听到了什么，替我担心。是。这寒部啊，偏僻苦寒。若朕圣恩能多达此处，也便是善事。皇阿玛一直致力于民生社稷，边地百姓感念不已。永琪啊，这几日你在御书房与诸位大臣探研民情，也是辛苦啊。今日你早些回去歇息吧。皇阿玛日夜为朝政烦劳，儿臣怎能安心歇息？只盼能够陪伴皇阿玛左右。朕封你为贝勒，就是要表彰你的用心。明年2月，你便再领了户部的差事，多加历练。儿臣谢过皇阿玛。这包太医的药不错，喝着心悸症也没那么严重了。对了，务必让包太医吊着云皎的性命。这一个美人儿啊，进了五阿哥的府里，大有用处了。是，云皎已经进五阿哥府，充为奴婢了。好啊，进了府就看云皎的造化了。这边，救我！
这是谁堆的雪人啊？还长了对翅膀。请贝勒爷安。贝勒爷，起来吧。怎么看这眼生？是新来的吗？回贝勒爷的话，奴婢是新来的，叫云角。云角？那我问你，这雪人鼻子呢？这天儿太凉，冻掉了。那他的眼睛呢？天色晚了，困了，睡着了。那就让他精神精神。主子回来了，该醒醒了。醒了？醒了。那鼻子呢？鼻子，我让它再长出来。鼻子也长出来了。这下都齐了。不过贝勒爷，咱们都有帽子跟围领，他这会不会太冷啊？小磊子，哎。不错，再系上这个，戴围领喽。好了，这下好了，谢贝勒爷。好了，你们继续吧。真好看，云角，你刚才胆子真大。这三更半夜的，你在做什么？回贝勒爷的话，这雪刚停，奴婢发现这燕子窝破了，怕来年开春的时候燕子飞不回来了，就想去修一修。你还挺有闲心。贝勒爷常年在宫里当差，这府里也冷冷清清的，所以奴婢也就是给自己找一乐。哦，这来年开春的时候，燕子飞回来了，奴婢就邀贝勒爷来这儿一观。也算是给贝勒爷找一乐。好，那我就记下了。不过贝勒爷，您能帮我扶一下梯子吗？谢贝勒爷。哎，贝勒爷，这可使不得！这出了什么事儿，奴婢真的担当不起呀。出了事算我的。贝勒爷千万仔细着。想不到贝勒爷还有这一手。一会儿再去弄些干草来，放在窝里。是。你看那边也破了一点儿。这儿吗？惊蛰将至，一后桃花，二后地堂，三后蔷薇。是啊，日子过得真快，一眨眼功夫，永琪也出宫开府了。永琪也成婚1年多了。听说，永琪不大眷恋那些福晋们，会不会是皇上给他挑的那些福晋不够合他心意？过几日再给他挑几个侍妾吧。不过永琪也不像是耽于儿女私情的人。是啊，再怎么说，这些侍妾格格们总不比福晋。永琪倒可以挑他自个儿喜欢的。
怎么把它拿出来了？这不是冷了吗？然后看老燕子也不在窝里，我就把它拿出来了。你看，多可爱！你看它的嘴。做什么？喂它呀。它吃不了这个，你别瞎喂，它生病了。燕子啊燕子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飞起来啊？这样才不枉我修好了你的窝呀。燕子窝虽是你修的，但怎么也得算我一份吧？为什么我修的燕子窝要算你一份啊？因为你只扶了梯子。好吧，听见了没？咱贝勒爷可是发话了，你赶紧飞起来，让我们贝勒爷乐一个，也不枉他这么辛苦帮你修好了窝，不是？哎，你看它动了，慢点。你看，他肯定是去找老燕子去了。一会儿我去上朝，你再多睡一会儿。奴婢就不睡了，一会儿还要去向福晋和侧福晋请安呢。福晋既然容得下奴婢伺候贝勒爷，奴婢自然得好生伺候着，安分守己，格外仔细。这话说得不错，福晋宽厚持重，你须得尊敬才是。自然，福晋也向我夸你，说你很懂规矩。贝勒爷既然收了奴婢在身边伺候，奴婢自然感恩戴德。福晋和侧福晋虽也和气，可奴婢真是自惭形秽，一个比贴氏的女儿，怎配得起照顾贝勒爷？自然应当事事仔细周全才好。你不用瞧不起自己，你如今跟着我，虽然没有名分，但过些时日，我一定封你做格格，再请旨封你为侧福晋。奴婢不敢要名分，更不敢生事，只求能好好追随贝勒爷便好。那奴婢送贝勒爷出门。皇上，韩部的白玉之贡已经到了内库。奴才看过了，果然件件珍品，另有韩提之女画像一幅。听说是位难得的美人。此女名叫韩香见，听说香见公主不仅貌若天仙，还深得边地诸部落的尊重爱戴。看来这韩提是想通过自己的女儿，以表韩部的和睦之意。是。自从皇上平定准噶尔，韩部主动愿意示好。哼，这韩提有意送女，就由赵惠护送入宫。有生人！他在喊什么？这一路上全是雪山，万一雪崩怎么办？将军，好像是韩启，他是香见公主的未婚夫。我管他是谁，现在护送韩香见进京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一路上一定要格外小心。是。韩启，香见，韩启。春分将至，一后海棠，二后梨花，三后木兰。虽然说宫中已经百花盛放，但异域的奇花异草也属难得。姐姐，你是否听说了，赵惠将军从韩部带回来一位公主呢？能让赵惠将军千里送回来的人，
一定非同一般。听说今日韩部送来一个什么美人，也不知道能有多美。这韩部女子，略平头正脸的，都当是美人了吧？令嫔娘娘所言极是。这赵惠将军大张旗势，不知道究竟是何等人物啊！皇上，赵惠将军带着韩部公主在外头候着了。嗯。奴才给皇上、皇太后、皇后请安。启禀皇上，奴才奉命护送韩部公主入宫，现在已将公主带至殿外。赵惠将军一路辛苦，带她进来吧。是。把面纱摘掉。皇上、太后，韩部的香见公主，愿为太后和皇上献舞，望公主一舞，表韩部对太后、皇上的敬慕之情。皇上，皇上，啊！皇娘可愿观她一舞啊？哀家未曾见过韩部舞蹈，乐意一观。好，赐座赵惠将军。谢皇上。
韩部舞蹈果然新奇。这三春盛景，如何比得上这倾城一舞啊？相见公主舞得入神，却不知在御前3尺，不能见兵刃。你刚远道而来，究竟有何事？要这般对自己啊？韩琦，对不起，我活着不能和你在一起，但我的灵魂会与你相聚。拦住他！护住他！哼，韩氏，你真以为御前就能让你为所欲为吗？韩启是你何人？你为何要为他殉死？韩启是我未婚的夫婿。未婚夫婿？回皇上，回太后，韩香见公主之前确实曾有婚约，但此婚约早已取消。所谓韩启也已身死，这韩香见公主，她至今还是未嫁之身呢。虽然未嫁，可我永远是韩启的未亡人。韩启对我一片情真，若不是因我来这里，他又怎会一路追我而来？又怎会遇到雪崩，被冰雪没身而死？韩启已死的确可惜，可是你也该明白，你父亲送你入宫是为表和睦之意。你如今为了韩琦企图殉死，岂不是辜负了你父亲的心意，变成不孝不智之人吗？韩香见，哀家知道你伤心，不过人已去了。你若再行什么不智之举，只会害了更多活着的人。皇娘所言极是。韩香见，朕知道你伤心。今日的事情，朕不会怪你。香见公主一路风尘辛苦，又兼饱受惊吓，哀家让人替你在京中安排一个宅子先住下。隔几日，皇帝会给你一个外命妇的名位，让你以尊荣之身回到你父亲身边。好，皇娘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韩氏即刻入宫。玉华啊，带韩氏到承乾宫去更衣沐浴，好生歇息一下。是。承乾宫？是皇娘，承乾宫无人居住，韩氏住那儿正好。皇上，承乾宫意为顺承乾坤，乃是妃宠妃不得住的地方啊。那你让韩氏住哪儿啊？要不要你来给朕出主意啊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想，或许有更合适的殿宇啊。自然了，这一切还是皇上说了算。皇上，承乾宫是6宫殿宇，外命妇不得擅居，还请皇上三思。皇后所言有理，皇帝，你对韩氏如何封告安抚都无妨，只要是……那儿子就奉皇娘的旨意，让韩氏入承乾宫，为承乾宫的主位。皇帝，你曲解了哀家之意，难不成你决意要让韩氏入后宫吗？请皇娘成全。皇帝，皇上，韩氏刚刚御前殉死，眼下即刻入宫，只怕他心性未殉。皇后啊，
朕自有分寸，皇后不必多言。李煜，即刻打理承乾宫，若打理不好的话，朕唯你是问。这。都散了吧，朕回养心殿了。恭送皇上。请随我来。太后，奴才告退。皇帝说是奉皇太后懿旨，你们都坐在此，可曾看见哀家下过什么旨意吗？儿臣无能，请太后恕罪。皇后，你的确无能，但咱们皇帝心气太硬，谁也动摇不了。哀家原想给韩氏一个外命妇的名位，让她可以安然度日，也可安抚韩部那些其余人等，却没成想。皇帝陡然生了招纳后宫的心志，此女入宫，怕是后宫将无宁日啊！哀家回宫了。恭送皇额娘。恭送太后。都散了吧。今日之事真是骇人听闻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我真不敢相信。皇上简直像是迷了心窍一般。我陪了皇上大半辈子，从未见他看一个女子的眼神如此意乱情迷。皇上一生胸怀大略，为何到了中年才这般聊发少年狂？或许是一时之幸呢。不过姐姐，韩氏既然已经入宫了，眼下由不得咱们了。在皇上那儿，姐姐还是谨慎为先，少说为妙吧。皇上如今这个样子，我说什么他还听得见吗？哀家从未见过皇帝这般神魂颠倒的样子，这才是初见。那韩氏往后在宫中，可怎生了得？心意不行的，这韩氏都已经入了宫了。红颜祸水呀！唉。主儿，奴婢是伺候您的宫女，名叫喜珀。您有什么使唤的，尽管吩咐。这是承乾宫，虽然您的名位还没定，但皇上把这赏给您一个人居住。您瞧，这皇上有什么东西都往咱们这儿赏赐呢。那个钟可是西洋人进贡的，皇上喜欢得很。都拿出去。这是皇上赏赐的呀。你们也都出去。这么晚了，外头还下着雨，你怎么还过来了？额娘，您咳嗽2个多月了，一直未曾见好。儿子请来的药，到时候叫人拿去给您煎了。不用太放在心上，
额娘上年纪了，自然会多一些病痛。太医也来瞧过了，说是并无大碍。皇后娘娘也送来了好多补品，我吃着呀也还算好。额娘，儿子瞧您这是心病。允章，额娘，额娘千不该万不该，当年不该怂恿你去争夺太子之位，结果连累的你不得皇上宠爱。额娘别这么说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额娘只是想不明白，除了这件事情，额娘到底哪儿还做错了？这么多年了，皇上对我一直冷冷淡淡，言语间也多有敲打。我到底是哪里落下的不是，竟惹得皇上如此耿耿于怀？皇阿玛他就是这个性子，便是对着皇额娘，不也有过猜疑冷落吗？额娘，您是嫔妃中资历最深的，也是唯一的贵妃，您别多想，安心养着便是。额娘知道了，额娘没事。这么晚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，回去吧。是，儿子告退。哀家叫你来，是想再问问你这个韩氏的事情。此女子一进宫便在御前殉死，瞧着也全无留在宫里的意思。皇帝这是一定要留下她吗？皇娘请息怒，儿子留韩香见在宫中，并非只是为了儿女私情，而是另有大用。什么大用？韩香见在边地各部颇得尊重，儿子留她在宫中当嫔妃，一则可是亲好仁慈，二则也可借联姻来密切咱们大清与边地各部的关系。所以即便韩香见有时不懂规矩，儿子也就宽容些。你真这么想？是啊，韩提不是只为了送一个女儿来做外命妇的。他既然有此美意，儿子自然笑纳。哀家没什么可叮嘱你的，分寸二字，你自己掌握。还有，即便要册封他，也缓一缓，别逼出什么事儿，反倒坏了你的亲好之意。儿子明白。皇上，他这几日还是不怎么用膳啊。是啊，除了刚来的那日大哭了一场，接下来便是这样。
老是望着远方，一待就是一天。送来的东西也不要，宫里的膳食也不大用。这般的不食人间烟火。皇上，五阿哥来了，在御书房等您呢。相见，那朕先回去了啊。皇阿玛，自相见公主入宫，边地各部首领轮番入境，示好我大清。且各部人心安稳，大兴屯田，百姓勤于耕种，安居乐业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啊，你接着说。回皇阿玛，儿臣说完了。哦，说完就好。这边地乃是韩氏的故乡，尤其是韩部，务必尽心尽力，不得有失。儿臣明白。皇阿玛，承乾宫之事，儿臣也有听闻。儿臣想，你说，相见公主入宫本是其父要求，她为韩启之死伤心怨恨，却又不得不在乎孝道。若是有韩体手信一封，告诉她安心留在宫中，念她也不敢违背。好，好，立刻派人去办。是。皇上频频进出承乾宫，碰了一鼻子的祸也不在乎。六宫嫔妃们暗地里对承乾宫抱怨的抱怨，诅咒的诅咒，但当着皇上的面，他们都一声不吭，乖觉顺势。太后都管不了，旁人还能如何？原想着皇上是一时兴起，可谁知过了这些时日了，皇上对韩氏还是如此癫狂。我真是搞不明白了。皇上手握天下，什么样的女人不巴巴自己送上门来？如今遇到一个野性难驯的，不免被勾起了征服之心，不到手誓不罢休。这就是求之不得，才辗转反侧罢了。我看皇上对韩氏不顾一切，怕是什么过头的事儿他都做得出来的。是啊，皇上如今是盛世天子，做什么都没有顾忌了。皇上又去承乾宫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奴才就是觉得韩主老是给您碰鼻子灰，你也没必要这么上心啊。宫里多的是的主子等着您宠幸呢。你懂什么？朕从来没有求之不得过，猜他喜欢什么，朕很开心。臣妾请皇上安。你怎么来了？皇上可是要去承乾宫？你也来啰嗦啊？皇上，臣妾是担心韩氏，特意前来的。哦。韩氏刚入宫中，未免不习惯，所以才心情烦闷，举止失措。臣妾想着，若是在饮食上有韩部的厨子，给他做些家乡的食物，或者让他的族人就近照顾侍奉，也可解闷儿啊。令主这些主意真是不错。是不错，朕之前怎么没想到呢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些什么？若不然，就让韩部再进献些歌舞，总比整日闲呆着好啊。好，好，李月啊，都记下了吧？记下了，即刻去办。这。皇上还有事儿，臣妾就先告退了。令嫔啊，还是你贴心啊。起驾。怎么，
皇上又没翻牌子。自从承乾宫住了人，皇上连牌子都不翻了，这都多少日子了？这敬事房简直不用当差了。你都怨，后宫的主人们岂不是更怨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。自你入宫，边地平静，民生安定。我韩部恩遇远胜诸部，你保重自身，安心于宫中侍奉，莫以阿爹与族人为念，切记，切记。主儿，出去。主儿，皇上又派人送了东西来，您且瞧一瞧吧。我什么都不要，都拿出去。公主。哈利、古丽，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？大清皇上派人接我们进宫来伺候公主，说公主一人在这宫中孤单，生活不习惯。公主，我们终于见到您了。我已经被困在这里了，你们为何还要来？我们就要和公主在一起。主儿，皇上把韩部的厨子也请来了，每日在这承乾宫为您做家乡饭菜，解您的思乡之愁。您瞧，皇上对您多好呀！公主，我听说您在这连吃都吃不惯，这怎么行呢？这些都是咱们家乡的饭菜，您尝一尝吧。皇上，您命内务府为相见公主制的韩部服饰已经得了，请皇上过目。太简素了，告诉他们描金刺绣，还有缂丝珠串都要更精致些。这。承乾宫如何了？回皇上，奴才听说这次送去的韩部食物，相见公主都用了。2名韩部的侍婢，公主也都留下了。果真？是。看来令嫔说的没错，想必这服饰做好了，相见会高兴的。自然。永琪啊，最近在宫中的事儿你也瞧见了，不干你的事儿别开口，免得惹祸端。儿子知道。你知道？你是真的知道还是假知道？额娘怎么听说，是你向皇阿玛提议，让韩提去写信给韩氏，让他安心留在宫中的？儿子只希望后宫安宁，皇阿玛可以专注朝政。你呀，这是犯众怒的事儿啊！儿子再不敢了。只是儿子真的不明白，皇阿玛是怎么了。你这皇阿玛，一遇到了韩氏，就像是遇着了一个魔障似的。知道是魔障，也无人劝得了。对了，你在贝勒府里面住得怎么样？习惯吗？碍于宫规，
额娘不能去看你。儿子都好，都好就好。你的福晋倒是来过几回，还跟我提起你收了个格格胡氏，温柔娴静，很是不错。福晋都喜欢，胡氏是不错。挺好，有一个可心的人在身边，额娘也放心不少。得空了，带过来给额娘瞧瞧。是。杨华之云，乃香草之名。玉角玲珑，这是你的名字，云角。怎么你阿玛是笔帖式，也不教你写字吗？阿玛时常忙于公务，所以顾不上妾身。再加上他们多少有些重男轻女，说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对了，贝勒爷，那个福晋是不是把妾身的事情已经告知给于妃娘娘了？福晋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，他夸了你的好。今日额娘跟我说，她让你得空进宫，她想见见你。于妃娘娘要见妾身啊？怎么了？你害羞？我额娘人很好的，你也不用害怕。今日妾身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贝勒爷给的，妾身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云角，你知道吗？我虽然娶了福晋，相敬如宾，但对男女情爱有之，也是自你而始，所以我应该多谢你。妾身该多谢贝勒爷才是。这几日韩氏入宫，宫里乱了套。额娘也说，皇阿玛对韩氏是魔障了。但是我现在看着你，倒明白了皇阿玛许多。神灵啊，求你保佑，保佑韩琦死后得以安宁，保佑我韩部族人康健平安，保佑我早日离开这里。香姐啊，你穿了那么久的素白衣饰，还是换上朕为你准备的韩部衣裙吧。朕知道你放心不下韩部。你不是在你阿爹的信里面看到了吗？自从你入宫之后，边地安乐，韩部兴旺，朕会待你的族人更好的。朕已经派人寻回韩琦的尸身了，已经带回韩部厚葬了。朕说的是真的。朕呢，希望韩琦厚葬之后能够安息。你在宫里面能够安心。你可以走了。香姐，朕已经投你所好了，只愿你高兴。我只要在这一日，我就没法高兴。朕知道，朕知道这宫中规矩多，让你有束缚感。没关系，朕再为你造一间殿宇，让你居住，可好？那好吧，朕改日再来看你，你好好的。
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什么可喜的？皇上，永寿宫来报，令嫔娘娘遇袭已经有3个月了。哦，起驾！皇上，您不去永寿宫瞧瞧？摆驾慈宁宫。令嫔又不是头一回生养了，让她好好养着就行了。对了，李煜，韩部的歌舞安排好了没有？安排好了就即刻入宫，让韩氏解闷儿。这几日就安排好，请皇上放心。甚好。如今啊，皇上连皇嗣都不放在心上了。也是，本宫的孩子啊，都送去寿康宫太妃那儿，皇上哪里当回事儿？您呀，也别气馁，能生孩子就能得宠。等到哪日皇后失宠了，您的地位稳固了，孩子要想回到身边，还不轻而易举吗？这些年要不是你劝本宫，当日在慎刑司，本宫就熬不住了。这不都过去了吗？您呐，得宽心。看皇上如今这个样子，日日不翻牌子，旁人怕是想玉玺都不能呢。这有什么用啊？这皇上最宠爱的已经是韩氏了。皇上管皇上的，您管您的，奴才就不行。那个韩氏能得宠一辈子，再这么耗下去，迟早有太后和皇亲们看不下去的那一天，出手料理了的。您呐，只管安安心心的，让腹中的龙胎落地吧，啊！额娘的咳疾越发重了，皇阿玛也一直未来探视。皇上一直在忙前朝的事儿呢。婉娘娘打量我不知道是吗？整个京城谁不知道，皇阿玛新得了韩氏，将整个6宫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别说皇上的不是了，皇上也没有错。来，额娘，永璋，你这个性子也得改改了。这件事情咱说不上话。怎么说不上话？宫里的娘娘们大多出身世家，皇阿玛迷恋韩氏，冷落6宫，京城的王公贵族们有多少闲话？皇阿玛的圣誉，哪经得起旁人这样的闲言碎语啊？轮不上，轮不上你说话。儿子在皇子中最年长，不能不尽孝道，劝一劝皇阿玛。你住嘴！儿子也是心疼额娘啊！别再说了，姐姐都咳成这样了，你还不快出去！永璋他不懂事儿，你别生气了。儿臣请皇阿玛安。来给你皇祖母请安啊。儿臣去钟粹宫见了额娘，再来慈宁宫请安。你额娘还好吗？不大好。她怎么了？额娘身患咳疾数月，一直未曾见好。皇阿玛难道不知道吗？啊，这近来啊，前朝的事繁忙。等会儿，朕让太医仔细去瞧瞧你额娘。谢皇阿玛。儿臣明日进宫，再来向皇阿玛请安。皇上，3阿哥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这。儿臣请皇阿玛安。起来吧。永璋啊，你的侧福晋给你生了个女儿，有空就带进宫里来，给你额娘瞧瞧，让她高兴高兴。是。你在宫外居住着，应该比宫里面其他的阿哥知道民间疾苦。永琪出宫居住后，也常和朕说起外间风物，你可知道些什么？京城乃天子脚下，物阜民丰，
一向安定得很。倒是近日来，宫外头有些流言事关宫中。什么流言？皇阿玛，自从韩氏入宫，京城内外流言纷纷，都说韩氏是妖姬，克夫不说，还魅惑皇上，动摇我大清江山。这等愚民昏话你也听啊？皇阿玛，可是民间百姓言之凿凿。更何况王公贵族们同样流言蜚语，他们说自从韩氏入宫，皇阿玛就为了他冷落后宫，无心朝政，盛世清明就要毁在他的手上。是谁教你这些昏话，来藐视君父，余伤后宫？皇上息怒了。儿臣不敢。皇阿玛，儿臣也是一片孝心啊！你还敢说？皇阿玛，三阿哥，你早年觊觎太子之位，如今表面安分，实则不轨。皇阿玛，滚！儿臣身为皇阿玛的儿子，皇上息怒，不忍见皇阿玛出现流言，污损声誉啊！皇阿玛，再也没有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儿子。儿臣一片孝心啊！皇阿玛，哎呀，三阿哥，你别说了。儿臣身为皇子，不提才是不忠不孝啊！哎呀，三阿哥，皇阿玛，哎呀，别说了，你真的要如三阿哥。此绝情吗？皇阿玛！哎呦，哎呦，三阿哥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并无不孝之念。皇阿玛为何这般待我？三阿哥，奴才劝您一句，如今皇上眼里只有承乾宫那位，您何苦去蹦这个钉子呢？奴才先送您回去吧，等皇上气儿消了，也许就好了。皇阿玛如此绝情。哎呦，哎呦，三阿哥，你怎么吐血了？快传太医！主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养心殿传来的消息说，三阿哥被皇上申斥，受气羞恼，呕了一大口血，人就昏过去了。现在呢？太医已经紧赶着去看了，说三阿哥不易挪动，就住进了协芳殿的旧居。您快去看看吧。贝娇，哎，贝娇。永璋，臣妾给太后请安。不要这么吵吵嚷嚷的，碍着太医诊脉。是。回太后的话，三阿哥气怒交加，惊惧之情直冲心脉，如今五脏六腑的气血都已经乱了，人事万万不能再挪动了，只能留在协芳殿静养。哀家明白了，你赶紧去抓药，看顾好三阿哥。微臣明白，微臣这就去。多谢太后看顾，臣妾替永璋谢过太后。永璋是哀家皇孙，哀家不能坐视不理，更何况此事，除了哀家，也无人敢过问。纯贵妃，哀家听说你嗽疾缠身，伤及到肺腑，你不必在这里熬着了啊！哀家已经都吩咐了，让永璋的福晋们进宫来陪侍。太后，永璋是臣妾的儿子，臣妾恳请太后允许臣妾在这里守着永璋。娘，娘，皇阿玛不要我，永璋，皇阿玛不要我，不要怕，额娘在，别怕，皇上不会的，皇上不会不要你。永璋，元孽，额娘对不住你。元孽啊！纯贵妃，你就在这里守着他吧。谢太后。永璋，永璋，下去吧。皇上，喝口茶吧。
你一晚上没说话了，定是担心三阿哥。奴才方才去打听了，纯贵妃和太医都守着三阿哥呢。这个逆子，理他做甚？皇上，三阿哥虽然糊涂，但自从在孝贤皇后灵前失礼被申斥之后，也无大错。这回真不知是怎么了，这般忤逆皇上。朕也在想，是谁会在背后教唆？那总不能吧？三阿哥也这么大人了，还能听谁的呢？纯贵妃。永璋性子憨直，心无城府。他对着皇上说相见的事儿，皇上怎么听得进去呢？皇上正在兴头上，怎么能容得下自己的儿子说自己的宠妃呢？纯贵妃急得几夜都没合眼，只守着三阿哥。太医说三阿哥京剧交加，直冲心脉，怕是……海兰，你不要胡说，永璋才多大？倒是纯贵妃，太医说她的咳疾已经伤了肺腑，哪能经得起这般煎熬？得去劝劝她才是。是。求皇上饶了永璋吧！皇上，饶了永璋吧！还敢到这儿来？臣妾知道，都是臣妾的不是，臣妾愿受责罚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这些年，你做了些什么事情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皇上，臣妾自知不能见容于皇上，让皇上厌弃。但是永璋是无心得罪皇上的。永璋是无心的，可有心的是你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为何这般急匆匆的？皇后娘娘，纯主惹得皇上大怒，不顾病体跪在雨中，都吐血了。皇上让他回宫养着，他也不听。皇上为何这般动怒？纯主放心不下三阿哥，挣扎着过去向皇上求情，奴才觉得不对劲儿啊，还请皇后娘娘赶紧过去瞧瞧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吧。这，你回钟粹宫照顾着。臣妾知道了。姐姐，这件事情牵扯韩氏在内，一会儿见着皇上，说话要当心。我知道的，我陪你一块儿去吧。绿云，绿云，有什么话回宫再说。起来，起来。主，臣妾请皇后娘娘开恩，就让臣妾跪在这儿，直到皇上息怒。皇上，是臣妾不对，所有的责罚都让臣妾一个人受着吧。皇上，是臣妾教子无方。您对纯贵妃的疑心没有断过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后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先回去吧。纯贵妃病中冲撞了您就饶恕她吧。朕从未要她在养心殿前现眼，是她执意要如此，这有什么办法？皇上，永璋当时关心臣妾心切，才乱了方寸，冒犯了皇上，是臣妾的错。这当然是你的错，你教子无方，你不能学着当年孝贤皇后教导皇子，你也学人家于妃，人家于妃安安分分当一个好额娘，不像你，心术不正，惹是生非。皇上，臣妾并无此心啊！皇上，你无此心，这是什么？常年素练之死，你
和舒家皇贵妃两个人做了多少事情？皇上，珠花的事儿，兴许是舒家皇贵妃嫁祸给纯贵妃的。这珠花是可以再增，但争夺后位是他自己吧？不知道贝珍珍做了多少恶事。珠贵妃姐姐，请皇上允准于妃带纯贵妃回去医治，臣妾有事回禀。罢了，带他们回去。珠，快带绿云回去。纯贵妃重疾在身，今日所为也不过是爱子心切，皇上何必如此严厉？奸夫久在宫闱，竟如此不识大体，引起纷扰。若非他挑唆，永璋怎敢轻言宫闱之事，对相见不敬？永璋确实在言语上冒犯了你，可他也是一片孝心。皇上为了这个韩氏，竟然伤了父子之情，也伤了纯贵妃的心。什么茶？朕喝不惯。这是您一贯喝的雨前龙井啊。李煜啊，去朕的沙枣花茶来。这。皇上还在看《洛神谱图》。洛神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操之清新，痴心可见。再是痴心，也并非两情相悦。可望而不可得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中的滋味，也只有自己知道了。如意啊，你也尝尝这沙枣花茶，味道甘甜润喉，朕很是喜欢。如何啊？沙枣花出自韩部，是韩氏的最爱，皇上是爱屋及乌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想不明白，对于韩氏，您到底怎么了？如意啊，朕宠爱韩氏，你一定觉得朕冲昏了头吧？可是朕没有办法，你告诉朕，朕到底怎么了？臣妾问皇上，皇上倒问臣妾。朕可以征服一个凶蛮的部族，可却征服不了一个女人的心呢。皇后娘娘，颖妃在殿外求见。皇上，臣妾出去见见颖妃。嗯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何事？皇后娘娘，嫔妃们都去了翊坤宫门前跪着，一是为纯贵妃母子抱屈，二是希望皇上可以送走韩氏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不愿以此要挟皇上，但看到纯贵妃如此，也觉得唇亡齿寒。或许皇后娘娘可以从中想到法子，既可以安慰纯贵妃，也可以平息此事，不要越闹越大。
你回去吧，本宫会想法子处置。想什么法子啊？身为朕的嫔妃还敢放肆？他们喜欢跪就由着他们跪，看他们能跪多久。皇上，既然您出来了，臣妾就大胆直言，嫔妃们都跪在皇后娘娘宫门口，确实行为失当，但那都只是因为要替纯贵妃母子抱不平，更是因皇上对韩氏的痴恋魔障而起。嫔妃，你也这般的大胆？臣妾不得不说出心里话，反正隐瞒皇上是错，直言犯上也是错，那就请皇上任意责罚便是。皇上，您如此为情乱治，会伤了蒙古49部的心，会让咱们怀疑一直仰赖的天子是不是一位英明的君主。放肆！臣妾不是放肆，是伤心。臣妾替纯贵妃和3阿哥伤心，替自己和满宫的嫔妃们伤心，替皇后娘娘伤心，也替皇上您伤心。你少在这里说糊涂话，回自己宫里待着去。主儿，嫔妃们又都去翊坤宫门口跪着了，说是要请皇上让您出宫呢。这还不好吗？我本就不愿意待在这儿。他们若可以把我归出宫去，我才高兴。皇上，可宫嫔妃在臣妾宫门口跪着，臣妾得去看一看。理他们做什么？一群粗鲁妇人，难道真要由他们为所欲为？朕喜欢一个人要他们允准吗？要跪让他们跪，就算他们跪着，朕也不会送韩氏出宫。皇上既然要留下韩氏，不妨多为他着想，免得六宫深怨。即使韩氏有您的宠爱，他日后如何在宫中和嫔妃们相处度日呢？刚才尹妃说的话是有些急躁，但确实理真情切。皇上确实不应该因一时盛怒，惹得蒙古各部和公卿世家伤心。今日朕是急躁了些，那就晋纯贵妃为皇贵妃吧。永璋语出狂妄，朕暂且不和他计较，让他好好养着。朕会让太医去瞧他。至于庆贵人，这回若是他懂事又懂得分寸，朕就复他清嫔之位。臣妾先替皇贵妃和永璋谢过皇上。至于韩氏那儿，皇上的心思，臣妾总也不敢违逆。但请皇上为韩氏着想，不要再有过分急躁之举，免得六宫不宁。皇后娘娘晚安。都起来吧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等跪在此处，但求皇上明白心意，送韩氏出宫，以安慰纯贵妃母子。你们的心思，皇上和本宫都明白了。皇上下旨，
封纯贵妃为皇贵妃。皇后娘娘，皇贵妃母子此番受了这等委屈，纵使皇贵妃进了位分，韩氏这个祸根不除，皇贵妃又如何能真得以慰藉？后宫又如何能真得以安宁？咱们姐妹也没办法安心。你们跪在这儿，到底是为了皇贵妃母子，还是为了借此事安自己的心啊？皇后娘娘，是以为臣妾们心意不成吗？你们若诚心，早已跪到养心殿门前了。你们也是怕惹怒了皇上，担不起天子之怒，担不起祸延母族吧？